但是这个搞错了吧？搞没搞错，调查清楚就知道了。我认识你们王局，要不然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啊。哎，如果你不主动配合的话，我们只能拘传你接受调查。我配合呀，我肯定配合呀。但是，您看我手头上这几个文件特别重要，我得把它掐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这一点点时间。可以，你忙，等你。哎，好嘞好嘞，谢谢啊，请坐请坐，等你。那就请便啊。哎，范总，哎，你是喜欢豹子是吧？啊，哦，装饰，装饰，挺好。哎，嚯，哎，你这儿这么多法律的书啊，懂法啊？哎呀，这法律是武器呀，现在生意都不好做，我们得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，是吧？太对了，哎，就应该懂法，他懂法不才能守法呢吗？是。哎呀，要是咱们老百姓都能懂法、知法、守法，那你说咱们警察这不就轻松多了吗？是。哎，咱们这富强在南城算有一号哈。对，我们公司小公司，哎，只有20-30口子人。陶姐，哎，范总，这几份文件我刚刚签完，特别重要，抓紧时间办了。啊，好，辛苦啊。可以了。好啦，那咱们走啊。啊，走。请。走了。没事的，把自己手上的工作做好啊。哎，好嘞。妈，上哪儿去啊？我下去转转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富强置业出事儿了。听说了，我呀还听说呀，老板呢被警察给带走了。怎么了？死人了吗？死人倒没有，就是听说好像是有一个女的，
被人家给那什么了。那什么呀？哎呀，能啥呀？就那什么呗。你真笨。哎呦，那事儿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先回病房吧，我去医生那儿看看。你醒了？思贝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去楼下溜达了一圈。你饿不饿？我去给你买点吃的。没事儿，我妈送饭来了，你去店里吧。她去医生那儿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好，那我先去店里，你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警官同志，这没必要吧？公司里不是说让我来协助调查吗？怎么就给我这？这就是走个正常流程。4月9号晚上，城郊油菜花田发生了一起强奸案，被害人叶思北，是不是你干的？老实交代啊！叶思北强奸？不是，这个我根本不知道啊！这搞错了吧你们？你别给我装傻啊！我们既然叫了你来，就是掌握了一定证据。这位警官，您贵姓啊？林。林警官，我相信这件事情一定是搞错了，这太荒唐了！我怎么可能跟叶思？要不是这样，你把叶思北找来，我跟他对质行不行？你跟叶思北什么关系啊？哦，我们俩是同事关系啊。我就是觉得叶思北太不容易了，然后平时能帮一把就尽量的帮一把，我也没想到现在会变成这样子。你刚才说的不容易指的是什么呢？叶思北这丫头吧，性格比较孤僻，她不太爱说话。像她这样的性格的人，其实不太适合做我们这个职业啊，就是销售这个职业哈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，公司并没有打算录用她。让我看她那个时候吧，那种状态就好像天要塌了似的。我好心就多了句嘴问了问，才知道她是从省城回来的，然后在这里也没找到工作，家里的环境啊、条件啊都不太好。我就怕这孩子就是想不开，然后就跟公司商量着就把他给收下了。他毕竟也是大学毕业嘛，对吧？后来呢？他工作还算认真，可就是同事之间的关系就处得一直不太好。为什么呀？归根结底就是不合群嘛。同事们都是觉得他是好像仗着自己是从省城回来的，还是大学毕业，然后瞧不上大家。他的部门经理跟我说了很多次，说想把他给辞退了。我就是觉得叶思北可能不是这么一个人，我出于好心，我私底下查了一下，结果发现还真就是这么一回事。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不爱说话，然后我就找他们部门的每一个人都谈了一遍话，才算把这件事情给平息下来了。医生说可以出院了啊，赶紧换衣服吧。各项指标都正常，对不对？咱们回家养。
我听说叶思北要办贷款，你还在公司给他开假收入证明，这不合规吧？叶思北找我，他说他弟弟要结婚，然后想买房子，家里条件又不太好，想让我帮忙开个证明。我跟他谈了很多次，买房子是大事情，要量力而行。可是他就一再的找我，我出于好心也就帮了他了。你为什么就对叶思北这么关照啊？我说林警官，你不会觉得我跟他之间有点什么吧？不过这也难怪，她的丈夫好像也有过这种想法。但是你们可以去公司里问呐，我对公司里所有的人都是一视同仁的，不光是叶思北，所有公司的员工，我都是一样，能帮的尽量的帮。比如说那天那个饭局吧，那些女孩子们喝酒，我都尽量的拦着。你说一些女孩子家的喝那么多酒干什么，是吧？前2天那个叶思北跟我请假，然后他还旷工。其实我当时挺生气的，因为公司确实特别忙。可是后来他跟我说，是因为他身体不舒服，我也就准了他假了。师傅，咱为什么不继续审审他呀？你不觉得他刚才那套说辞是提前编好的吗？如果这事儿真是他干的，那黄早就边缘了。那也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呀。没说要放过他呀。再等等。到底在等什么呀，师傅？你快走2步啊！对了，你把这个也带上，挺好看的。让我自己回去吧。啊，我看你这样我不好受，哎，以后别来找我了，免得给你添麻烦。什么意思呀？我不用这个。师傅，检修小区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这孩子，你在富强置业担任什么职务？我在公司担任的是财务总监的职务。4月9号晚上那天聚会，你在吗9号的聚会我在。那天我们请的是万福地产的郑总吃饭，他们公司有个单子，我们公司一直想签下来，因为都比较重视，所以那天，范总就叫了我们所有在公司没下班的人都去了。那天晚上，你大概喝了多少酒？哦，聚会的那天晚上，我大概是喝了半斤到8两左右吧，因为我们是干销售的，经常会有应酬，喝酒都在所难免了。但是那天郑总他又尤其喜欢喝酒，所以我们在场的人都喝了，都得陪他喝，这也没有办法。那天晚上你在车上吗？那天晚上我在车上，车上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？那天那个酒局吧，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喝了很多的酒，但是叶姐喝醉了，我就扶着她上车。可是，在上车之前，她就已经在开始说醉话了。说的什么醉话？她心里难受啊，还让我们都要好好的。她其实平时都不太会说这些话，可能正是因为心情不好吧，那天就喝了很多的酒。你怎么评价范建成呢？范总其实人很好的。公司不管是谁有困难，他都会帮一下的。之前叶思北要签一个工资证明，想要签得高一点，范总二话没说就帮他签了。在你印象里啊，那天晚上的聚会，叶思北大概喝了多少？
叶姐那天晚上喝了大概也有10多杯酒。像4月9号晚上那样的应酬啊，你印象中叶思北参加的多吗？不多，他没有怎么参加过这些酒局，酒局经验也很少，平时是不怎么喝酒的。思北。啊。你吃饭了吗？我给你做点吃的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不想吃。警察今天应该是在查案子。嗯。找了好多人去问话，然后大家都知道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好多人给我打电话、发消息安慰我，他们让我别放在心上，又说我可怜，问我下半辈子怎么办。我下半辈子跟这件事儿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本来没有关系，因为他们，所以有了关系。不过他们也是好意，我明白。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把手伸出来，手指张开。刚从学校出来那一年，特别难，工资也比较低，事儿也比较多，老员工总欺负我们新员工。那时候我个子小，又瘦，我每天回来做200个俯卧撑。想让自己壮一点。后来爱上了打拳，就在网络上学习打拳。捏一捏，看紧不紧？紧。出右拳。记住，出右拳的时候，不是只有手臂发力，其实你的腰和你的臀都要发力。会不会打伤你啊？你要是打伤我，我请你吃饭。来，再试一下。右拳，下蹲。左右下蹲，右拳左拳下蹲，左拳右拳下蹲，右拳左拳提膝。右拳，左拳，左拳。
是不是没力气了？我的问题，我忘了你刚从医院出来了，不好意思。累不累？来，你经常上来打拳？动一动就不心烦了。你把高中读下去，后悔吗？没什么好后悔的，继续读下去也是浪费钱，不如早点出来打工，挣点钱，现在过得挺好的就好了。那你还喜欢什么？喜欢看电影，看小说，做饭。你没骗我吧？叶思北，你说你嫁人还真不讲究啊！一男的高中毕业什么都没有，就喜欢喝酒打拳，这种人你嫁了图什么呀？那你不也一样吗？我那个时候没有工作，内向，长得一般，还有个弟弟，彩礼还要得高，那你娶我又是图什么？你可是大学生啊！那你还修车行大老板呢。其实我以前也挺优秀的，可惜你没看到。我以前是我们学校的文科状元。你以前是几中的？我7中的。那可惜了，我是2中的06级。你以前要是在我们学校，肯定听过我的名字。我每学期都是我们年级的前几。那挺厉害的呀。那你一大学生，怎么不留在省城呢？留不下呗。像我这个专业的毕业生一大把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合适的工作，还被我妈给搅黄了，租个房子还被中介给骗了。反正好多倒霉事儿都碰到一起了。那个时候我一下子就觉得，虽然我爸妈总是骂我，还跟我要钱，但好歹是个家，回来了也有个地方待。可回来后，也没有过得更好。是，我经常想，如果我爸妈对我特别不好，或者念文特别坏，那倒好。可念文也会为了我打架，爸妈也会为了我操心。他们给了你一点爱，但又不多，把你带回这个沼泽来，等你一点一点的陷下去，整个人都淹没了。就算想逃，也逃不掉了。怎么会逃不掉呢？现在出这个门，下楼梯，上车，开往省城方向，高速公路3个小时。哪有那么简单？就那么简单。走不走？现在啊？现在。你驾照拿多久？你不要跟我说话，我紧张。要不然还是我来吧。不要，我要自己开。你自己开也不是不行，但要记得一件事。什么呀？高速公路速度低于60违法。
醒了？一个人在吹海风啊？不是说去省城吗？怎么跑这儿来的？我好像下错高速口了，后来就干脆不看路牌，一直开，直到开不动就停那儿。开不动了。没油了。啊。要是车坏了，我还能修；没油了，确实也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。那怎么办？找加油站啊。走吧，先给自己加油。你给我讲讲你小时候的事儿吧。没什么意思。我想听。小时候对父母印象不深，他们常年在外打工，不太回来。只有我和哥哥、爷爷相依为命。我和哥哥就算是留守儿童吧。村里的大孩子都欺负我，只有我哥护着我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哥的脸上一直是新上天旧伤，就没好过。他那时候经常跟我说，这日子过得真没意思。我那时候还小，不明白他说这句话时的心情。哥，别过来！妈妈，你能不能不走？妈妈，妈去进城打工，好赚钱养活你们。秦北，在家好好照顾你弟啊。爸，我走了。妈妈，你别走！你别跟着妈啊，在家听话。你知道那些年我受欺负的时候，我都是怎么过来的吗？如果他们让我不痛快，我就直接骂回去。那以后我想骂人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劝我，怎么还要劝你呢？劝我骂死他们。要不然，你对着大海练练。混蛋！太有素质了。混蛋！垃圾！恶心！不够，继续。卑鄙无耻！下流！恬不知耻！臭不要脸！臭流氓！下流！王八蛋！混蛋！臭不要脸！我给你脸了是吧？人渣！王八蛋！四北，等咱们官司打赢了，我们把南城的房子卖了，来这儿生活吧。
警察同志，在这待这么久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问我话呀？不是，你看我在这睡2觉了，水也喝了7、8杯了。我是好人呐。哎，我真的是好人。你要不问我话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好人坏人呢？安静点儿，吵什么吵？我没吵，我在这待那么久，我也没嚷嚷过呀。问题是你们让我待了这么久，也不问我话，你叫我来干什么呀？你们要不打算问我，那就把我放回家不就完了吗？要不咱们去外边聊聊天。哎，警察同志，你们别光顾着写呀，哎，您说说话呀，警察同志，警察同志，别吵了。你是不是好人？等我们张队来了，你和他说。张队，你人呢？张队，你给我露一脸呢！你把我带来的，张队，安静。我安静不了。思北，我在你家楼下呢，你要是有空的话，咱们下来聊聊呗。思北，姐来看看你。我让人啊从老家寄了点土特产，专门给你送过来的。你离开公司这几天，也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。你要是有困难啊，一定跟姐说啊。来，拿着。不用了。你来不是为了这个吧？嗨，咱俩共事儿也这么长时间了，那姐有话就直说了。其实，范总这人不错，待你也不薄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当初你进公司的时候啊，人力其实是不同意的，是范总凭他一己之力才把你保下的。曹姐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哎呀，你跟范总呢，其实怎么回事儿我不清楚。但姐就是想劝你，要饶人处且饶人。你说咱有什么事儿私下不能好好解决，你犯不着非要把人弄监狱里去吧？而且你说这事儿闹大了，对谁有好处？公司不好看，你脸上也没面子呀。你就算不为你自己想，你总得为你家里人想想吧。你说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别人怎么看你老公？还有楚楚，你要是不松口，那你说公司还能留他吗？还有你父母，还有呢？还有什么可威胁我的？姐说这些可都是为你好啊，我怎么能成威胁你了呢？那谢谢了，你跟我没那么熟，不用这么为我好。刑事案件立案后能不能撤诉由不得我，以后别再为这事儿来找我了，没用。哎，思北，思北。我今晚不走了。好。我睡哪儿？睡床上怕你紧张，睡地上怕你多想。你想睡哪？我睡地上。为什么？我乐意睡地上，我喜欢睡硬板床。
秦南，我们结婚前，你有谈过恋爱吗？没有。那你有过很喜欢的人吗？我不知道算不算得上喜欢，不过有一个人，我一直希望他过得好。我从没想过能和他在一起，但我一直希望他过得好。师傅，司法鉴定意见书出来了，叶思北指甲里提取到的皮屑组织与范建成的 DNA 是一致的。范建成自以为聪明的说了一堆谎话，现在他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还好我们及时申请了延期羁押。走，沈大。叶思北体内提取到的生物检材与你的是一致的。范建成，怎么解释？都怪我呀，怪我没忍住。是他主动要跟我发生关系的。什么？就是他主动要跟我发生关系的。叶思北主动跟你发生关系啊？他怎么主动的？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过吗？说她丈夫一直觉得我跟她之间有点什么，原来真的是什么都没有。然后那天我送完楚楚回家，本来是要送她回家的，然后在路上她就跟我说她过得不幸福，说她丈夫对她不好，说她想跟我出去透透气，然后我就把车开到了花田。到了那儿之后，她就说她喜欢我，然后就主动跟我发生关系了。这个过程当中，叶思北的状态是醉酒状态还是清醒状态？肯定是清醒的嘛！你想，他事后还跟我说管我要10万块钱呢，我当时很生气，我心说那给钱那就成什么了？我就把他赶下车了，然后我自己开车就走了。可是我没想到第二天，他又找我，说如果不给他10万块钱，他就报警。我心说我没做什么错事啊，报警就报警吧。没想到后来他跟我讲说，如果不给他钱，他就不撤案子。然后紧接着你们就来了。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说呀？林警官，毕竟我们2个人都是有家的人吧，说出去这个丢人不丢人啊？这不就能瞒一天是一天吗？对吧？范建成，现在这都是有物证的，你还在这狡辩？你嘴里有一句实话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呀！你要不信，你把他叫过来，我们俩对质啊！你的眼里有朵灰色的云，我却透过云看见了长星。你把情绪藏匿，沉默不语，愿能陪你回到晴空里。如果可以捕捉你的阴影，我想再流离都不足惜，更何况我的光源在你生命，所以一定把我相信。
让我可以成为你说你可以的秘密，成为你疗愈往昔轻柔的香气。若命运执意临给你倾盆大雨，别怕，我是你心灵的风衣。请让我可以成为你相信爱情的凭据，成为你每颗梦境栖息的岛屿。别惋惜一时的风景都转心意，我仍会在这里，每晚陪你去余生的边际。